上集说到，期末考试一般全员进入全校前50，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理事长却以解雇沙老师为筹码，发起了一场不公平的赌博。然而让钱也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沙老师又恢复了从容，他用不到1秒的时间翻开了习题册，并给出了答案，丝毫没有触发扳手。原因很简单，他早就将全日本的所有习题册都记下了，哪一本书哪一页有哪道题，他记得清清楚楚。唯独之前那本他借给学生太久忘记了。沙老师非常轻松地答完了剩下的2道题目，还剩最后一本，轮到钱野了。也就是说，钱野被自己想出来的暗杀计划逼入了绝境，直面死亡的瞬间。钱野想起了从前，这座旧校舍曾经是他开设的补习班，一开始只有3个学生，学生们不明白他毕业于名校的他为什么要在深山老林里开设不赚钱的补习班，浪费自己的才能和金钱。但是钱野就是热衷于成为老师，并决定将孩子们都培养成好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的优缺点。钱野因材施教，希望学生们可以成为能在社会上尽情施展才能的人才。1年之后，他的第1届学生毕业了，成功考入了心仪的国中，大家凑钱买了领带夹当做礼物送给了他。看到了他的履历和成绩之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到了这里。补习班在3年后达到了顶峰。一次下课后，他接到了第1届学生池田的电话，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池田就匆匆挂断了。等到他抽空前去探访，才发现池田已经被校园凌霸逼得自杀了。池田原本是个很调皮的孩子，经过他的教育之后安分了许多，但就是因为太安分了，才会被一直欺负。钱野秉承的教育理念在一瞬间就此崩溃，教育出的学生3年就死了，他算什么好老师？于是为了寻求让学生变强的方式，钱野就此走上了黑化的不归路。之后的日子过得很快，他习得了所有强大的本领，将害死他学生的人洗脑成了沉迷赌博的废人。他开了一栋新学校，将象征他弱者的教学课变成了警示弱者的地方。他让学生们不断变强，强大到不惜牺牲别人也要让自己活下去。为此他需要人才和钱，就算是沙老师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利用。但是现在强者和弱者都离他远去，他的面前只有死亡。就算钱野再怎么厉害，也无法在手榴弹的爆炸中全身而退。一般的同学起哄让他乖乖认输，就算是他解雇沙老师，他们也会一直跟随沙老师。3月之前他们都是暗杀教室的学生，面对死亡的威胁，钱野魔怔一样翻开着藏着手榴弹的习题册。如果沙老师毁灭地球，所有人都将迎来同样的结局，就不会只有他的学生遭受不幸了。爆炸过后，钱野完好无损，他被沙老师褪下的皮严严实实的保护住了。沙老师知道，要是他赢了，钱野肯定会选择自杀。沙老师和钱野很像，他们都是热衷于教育的顽固分子。沙老师在考试之前找到了钱野之前的补习班的学生，了解了他的过去。他10多年前的教育正是沙老师追求的理想教育。沙老师的幸运之处是正好遇到了一班，正因为有着相同的境遇，才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不独自烦恼向人倾诉。而创造出一班的不是别人，而是钱野。到头来他还是在无意识地推行他之前的教育。沙老师拿出特制的刀递给钱野，这把刀只对他有效。他不是在教学生们夺取别人的性命，他和钱野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让学生们活下去。虽然计划失败，但钱野嘴上还是不肯认输。他的教育理念是正确的，10多年来培养出了一大批强大的学生。但是沙老师也认同了他的教育理念，他同意让一班继续存在。离开一班后，钱野在停车场遇到了徐秀，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释怀。合着你父子俩不是自大，是傲娇啊！暗杀教室里，沙老师履行承诺，告诉了同学们自己的弱点。他因为过于强化速度，所以力气很小，静止状态，一个人就能抓住一只触手。也就是说，只要大家把触手都抓住，就能抓住沙老师。当然，沙老师可不会站着不动让他们抓。期末考试之后就是戏剧演出日，一班也要参加。沙老师兴致勃勃地想要当主演，被学生们一通扫射。没想到担任剧本的霞间一口答应了下来。很快，一部暗黑版的桃太郎诞生了。发现桃子里有个婴儿后，贪婪的老爷爷打算用桃子大捞一笔。常年忍受家暴和辱骂的老奶奶找来律师和老爷爷离婚。离婚后的老奶奶带着桃子开始了新生活，但是不死心的老爷爷找了混混恐吓老奶奶，甚至养了攻击人的猴子、狗和雉鸡。利欲熏心的老爷爷心中藏着一座鬼岛，从桃子里诞生的男孩是不是也有恶鬼缠身的一天呢？因此戏剧太过沉重，一般被台下的观众追着打。在办公室默默看着一切的钱野不禁感慨，到头来他的学校还是被一只怪物打磨了。但是他明白，一般就像这个戏剧一样，不会就这么安稳地落下帷幕。从国防省厅来的情报，再加上他的直觉，钱野知道之后的暗杀教室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戏剧演出过后，主演老爷爷的山野因为表情太邪恶而在自我反省，茂野偷偷叫走了朝田帮忙。他在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把昨天演出当河流的小珠子弄洒了，发现了两人偷偷出门的沙老师也来帮忙。这是他们暗杀教室的最后一次活动了。回想起这一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茂野看着沙老师的背影，默默地撩起了头发，只见他的脖子上居然长出了2条长长的绿色触手。等到沙老师回头，已经来不及了。一阵巨响之后，沙老师被毛野打入了早就埋伏好的陷阱中。毛野一直都在看着各式各样的
杀手来杀沙老师，然后失败。最后他总结出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最单纯的陷阱，陷阱的底部埋了一大层 BB 弹。沙老师在茂野的触手攻击下不断下坠，他在特等席上早就将沙老师的行动模式研究透彻了。沙老师勉强撑在墙壁边缘，而茂野已经酝酿出了最后一击。危机时刻，沙老师将能量压缩到掌心，朝茂野攻去，自己趁机飞出陷阱。这毫无防备的一下，可把他累得够呛。听到动静之后，出来查看的同学们不敢置信地看着茂野身后的2根触手。现在的茂野简直和之前判若两人。原来茂野风根本不是他的真名，他说自己是雪村亚久里的妹妹，并称呼沙老师为杀人犯，留下一句他明天还会再来刺杀一次之后，茂野离开了教室，留下了一脸懵逼的众人。阿莹人都傻了，他也拥有过触手，这东西如果不及时维护，人就会承受地狱般的痛苦，他居然能不动声色地忍耐住。而同学们此时也想起茂野口中的是雪村亚久里，是他们的前一任班主任，而茂野的真实身份则是吸引很久的天才童星魔濑真名。因为之前的发型和气场完全不同的原因，所以没人能认出他。白先生在刚到一班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因为他认出了茂野就是雪村的妹妹，而魔濑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雪村亚加里。调查之后发现他果然藏着触手。茂野太聪明了，不仅在短时间内了解触手并操控，还忍受着剧痛，半滴汗都不流，完美隐藏杀意的演技，或许他才是最适合成为杀手的人。1年前，当时还是明星的茂野正在休假中，准备去研究所接姐姐下班。然而刚走到不远处，整座研究所就发生了爆炸。他冲进研究所，却发现了姐姐已经死去，而他身边的怪物手上沾满了鲜血。随后怪物离开，只留下了一张会去一班担任班主任的字条。茂野在现场顺走了一瓶触手的种子，为了给姐姐报仇，他染绿头发，将触手注入体内，伪造户籍和假名考入闷秋中学，威胁前野进入一班，隐藏自己的杀意，静候沙老师的到来。触手问过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自己想成为杀手，一直压制着仇恨、剧痛以及所有真实情感，一直演到计划实施之时的杀手，哪怕自己会因此而死。教室里大家都在观看茂野曾经演出的电视剧，他的演技确实非常高，怪不得能将真实身份隐藏近1年。仔细想想，他和所有人的关系都不错，但又没和任何人深交，总是和朝田在一起，也只是为了用朝田的杀意隐藏自己的杀意。之前的巨大布丁计划也是个幌子，因为要是在班里什么都不做，反而会引人怀疑。开朗愉快、人畜无害的茂野，不过是他演出来的而已。因为茂野说沙老师是杀人犯，学生们迫切的想要知道沙老师的过去，否则现在的局面谁都无法接受。沙老师答应将自己的过去告诉大家，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要找回茂野。正巧茂野发来信息约沙老师后山决战。朝田不相信，之前和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一起克服困难的茂野都是在演戏，但茂野的确是在演戏。之前经历了很多危险，他都恨不得出手，但是他忍住了。要是在下手之前暴露了身份，就不能给姐姐报仇了。大家对于只当了他们2周班主任的姐姐雪村印象非常好，她没有放弃堕落的一班，是个非常热情的好老师。但是他们同样也不相信是沙老师杀了雪村。阿银看出茂野的不对劲，他的身体发热，脖子却是冷的，这是触手移植者出现的代谢异常，因为发热和剧痛会失去触手的控制，从而被触手吸走生命。果然茂野的触手瞬间起火，他用火将沙老师和自己围在了中间。现在的他状态绝佳，茂野的触手如火焰一般攻向沙老师。此时他的精神已经被触手完全侵蚀了，不管他能否杀死沙老师，战斗结束后的几分钟他就会死。然而在茂野执念到病态的杀意之后，沙老师听到了一句微弱的救救我，沙老师到底能否救下茂野？